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。剧中曹琴墨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物，他初次当着皇上的面与甄嬛过招，三言两语就挑拨的皇上对甄嬛疑窦丛生，差点让甄嬛招架不住。然而，这样一个聪明的狠角色，却落得年纪轻轻就被毒死的悲惨下场。究其根本，是因为曹琴墨看不透这三个真相。若能看清这三点，曹琴墨就离钮祜禄琴墨不远了。第一，皇上才是紫禁城的天。早在甄嬛入宫之前，方若姑姑就提到过，紫禁城中真正的主子只有三位：皇上、太后和皇后。而实际上，太后虽然是皇上的亲生母亲，但她年事已高，身体又不好，前朝后宫的很多事情，太后没精力管，也不想管。皇后看似身份尊贵，却也不得不听命于皇上。皇上才是紫禁城的天。甄嬛能看透这一点，她说，只要我和皇上是在一起的，我的敌人就是皇上的敌人。为了能够给皇上一种与甄嬛是一起的感觉，甄嬛早期的一言一行无不从皇上的角度出发，很少谈自我，也很少为了他人而与皇上观点相悖。眉庄被冤枉时，甄嬛内心极度焦灼，却也只在事发当时跪下来替眉庄求情，一冷静下来，马上调整战术。与皇上聊天时，小心地避开眉庄的话题，只关心皇上身体，以女为悦己者容为由，求皇上替他选胭脂。四大爷显然非常吃甄嬛这一套，他多次说，到底只有嬛嬛最懂朕。而曹琴墨的那点聪明，先是用来讨好华妃，后是用来向甄嬛表诚意，却很少用来博皇上的喜爱。曹琴墨在圆明园重提皇上假扮果郡王一事，虽然使甄嬛涉险，却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的损招，让皇上对他的印象也大打折扣。举报华妃罪行，扳倒华妃这件事儿，虽然表面上曹琴墨占着理儿字，但他却忽略了皇上内心深处的想法。出于对曾经的爱的眷恋，出于愧疚，皇上并不想让年羹尧的事情过度牵连华妃。曹琴墨的举报等于逼着皇上处置华妃，圣心已然不悦。曹琴墨却丝毫没有察觉，继续说出杀之这样的话，彻底惹恼了皇上。急着站队，又每每为了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而违拗大胖菊的心意，更要命的是，还要把自己的那点聪明表露无遗。这样的人物怎么能不让皇上记得？皇上又怎么敢留？第二，母亲和孩子并不是一体的。曹琴墨似乎有一个误解，自己是温宜公主的生母，那么她和公主就永远是一体的。基于这一点，他看到皇上的妹妹因为生母没有显赫的家世而不得不远嫁和亲，他惶惶不安。与甄嬛合作之初，甄嬛开出了认温宜为义女的条件，曹琴墨才彻底投靠她。曹琴墨这样做固然是为了公主好，在此之外也有他的考量。他认为公主有了甄嬛这个义母，身份自然尊贵，而自己是温宜的生母，地位也将不同以往。举报华妃一事，曹琴墨不是不知道这样做是背叛旧主，与当初康禄海和小印子背叛甄嬛并无二致。但他有温宜这张牌，他认为就算皇上心里多么厌弃他，只要皇上还疼爱温宜，就不会动他这个母亲。当年的华妃也是这样的心态。曹琴墨这样想，胖妮只能说他没有解放思想。实际上，孩子并不是母亲的私有财产，孩子和母亲是两个有着紧密联系却彼此独立的个体。尤其在紫禁城这样高风险的环境中，妃嫔多而孩子少，孩子的母亲本来就是可以替换的。例如《如懿传》中的魏嬿婉，生那么多孩子，也只有后期才获得把子女留在身边抚养的资格。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高素质的母亲身边长大，去母留子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。一个妃嫔年纪轻轻就把身家性命绑在孩子身上，风险很大。在这点上，甄嬛同样比曹琴墨看得透，有远见。无论是生下胧月还是鸿雁和灵犀，她从没想过吃孩子的红利。在教导孩子健康成长的同时，也不放弃自身的努力，这才一步步走到权力的巅峰。第三，始于利益合作的关系，应时刻审视自己的价值。咱们来看曹琴墨的人际关系，她与后宫中的姐妹全部都是利益合作关系。起初，为了得到华妃的庇佑，
他需要不断帮小团体收拾烂摊子，即便孩子在怀里哇哇哭，他还要一边哄孩子，一边为华妃出主意。投靠甄嬛之后，他也要与甄嬛一唱一和，里应外合，下封富察贵人，给华妃挖坑。对于甄嬛来说，华妃被彻底击垮那一日，就是曹琴墨失去价值的那一日。对于皇上和太后来说，曹琴墨最大的用处就是生孩子。温宜已经生出来了，出于欢宜香的原因，曹琴墨再想生孩子也难，他的价值已经所剩无几了。与周围人全无情感链接，又失去了合作的筹码，河宫上下没有一个人希望曹琴墨能活下来，这样的他怎么逃得过一个死呢？如此看来，同样是聪明人，甄嬛比曹琴墨高的不是一点半点。而曹琴墨的死，可能从他第一次在皇上面前故作挑拨，惹皇上不快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